大家好，我係 Tim Sir， 今次帶大家行一條高危嘅路線——鵝島棧道同埋柱人脊，重點係去睇大石鼓同埋星星石室。冇能力行嘅唔緊要，就等我帶住你用眼睛行山闖蕩去啦。睇之前記得撳住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近清水灣道嘅扎山道，將會由柱人脊上山，途經星星石室、瓊口石、柱人石等，接上鵝島棧道後，先會去睇大石鼓。遊走大石鼓上下兩層，全個大石鼓係暗斜嘅，好大好壯觀㗎。跟住會經過飛鵝一樹洞，最後會加插一段柱英脊喺柱英石。落山嘅路線係飛鵝山南脊嘅高危路線，出口係飛鵝山道1號，全程僅3.4公里，山徑部分只有1.9公里，但難度絕對係5星，需時約4個鐘。鵝島棧道嘅高危之處在於周圍連接住頗多嘅極高危路線，倘若誤入行錯嘅話，分分鐘會唔上唔落，卡咗喺中間。冇類似棧道經驗嘅，切勿嘗試，睇完就當去咗好啦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首先，乘搭巴士或者小巴到飛鵝山山腰嘅德望學校，落車後往下走，一直落到馬路嘅分岔路口。然後轉上扎山道，唔使入村，村內有另一架小巴16號可以由彩虹站上嚟，只需沿扎山道直上，面前就係飛鵝山啦。中途會經過一啲晨運樂園，大約行10分鐘左右。過咗三豐廟、呂祖洞之後，留意電燈柱編號 AF0522，佢對面就係柱人脊嘅入口啦。入口唔係太明顯嘅，只係隱約可以見到一條方徑。沿路行上去，係要不斷分析邊一條先至係真正嘅路。並唔係好明顯嘅郊遊徑嚟㗎。因為條條都好似係路。清楚嘅路段只係好少，絲帶量唔多，可以留意一下樹上或許會有一啲標記。
唔放心嘅話，就不時翻查一下離線地圖，睇睇係咪行緊喺山徑上面。唔係嘅話，有冇偏離得太多？基於信號問題，偏離少少係屬正常嘅。只要仲喺合理嘅範圍內就得啦。點先至叫合理呢？就要靠經驗啦。基本行山法則：有大路行大路。咁樣即使錯咗，起碼都唔會錯得太離譜。樹上嘅記號係好重要㗎。隨後要攀上一嚿大石，上面仿如一個小平台，風景非常開揚。喺小平台嘅左手邊揾另一條路，呢段開始係非常多支徑㗎。點樣選擇好難講，因為試過行過幾條，結果有啲係互通嘅，有啲係會去咗其他山脊。所以要好有方向感，盡量選擇上山嘅方向行。兜上大石堆，爬上去，就會見到有路可以行。唔認路嘅話，真係會好似去咗結界咁㗎。如是者喺大石堆嗰度穿梭，見路行路，有明顯嘅路就跟啦。留意附近嘅大石堆，或會揾到一啲小石室。大石室當然喺較大嘅岩石之上啦。所以繼續爬上去，要不斷向上爬，直到揾到一堆巨型岩石為止。只要爬上去，留意右手邊，就會揾到一條小罅隙。爬入去就係星星石室，相片就係呢個角度影出嚟㗎啦。喺左邊爬上去，就可以直接去到瓊口石，風景係超級開揚㗎，差唔多全個九龍都望到晒。
呢個位置仲係鑽石頂添。玩完星星石室，小心咁樣爬返出去。沿星星石室嘅右邊行上去，繼續係似路非路嘅山徑。好明顯，過咗星星石室之後，山徑係較為清晰嘅。前段較為朦朧嘅原因，可能係因為人人喺度揾石室嘅時候，都左兜右兜所致。如剛才嘅片段所見，星星石室只係一條小罅隙。知道都難揾，唔知嘅話一定掂行掂過。星星石室之後，重點係爬上鵝肚棧道。冇咩特別㗎喇，除咗面前嘅柱人石之外，一路爬上去嘅時候，中途有啲似一條小石河。一直行到去崖壁底，就係柱人石嘅底部啦。靠左繼續爬上去，條路係好明顯嘅。唔經唔覺，右邊就係柱人石啦。接下嚟應該係全程最斜嘅一段，開始攀上一段急斜。係有一條粗油繩嘅，呢段路十分明顯。不斷爬就得。斜度真係非常高，好在一直都有條油繩協助。如果係冇油繩嘅話，呢一段應該係唔可能向下行啦。話時話，基於安全嘅理由，所有類似呢啲嘅山脊，建議未上過嘅都唔好先向下落。必定要起碼上過一次先，咁樣你先至會知道自己有冇能力落嘅。因為人哋話落到，
唔等於你同樣都可以落到㗎。爬到上頂之後，要靠右行，就可以接上鵝肚棧道。喺行前幾步嘅第二個分岔路口，同樣係靠右行，直行係接上倚天脊，繼續上山頂嘅。山徑逐漸往下移，好快就嚟到一片小空地。其實大石鼓已經喺前邊，等一等先轉右爬上大石鼓嘅頂層，只需要依靠住大石慢慢爬過去，唔難嘅，見石就爬就得。上到去就係大石鼓嘅頂層。有如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。返回小平地，只要沿方徑行落少少，就會途經大石鼓。呢個就係大石鼓嘅下層大平台。行出大石鼓，基本上係安全嘅，亦唔覺得係一個大斜台。望出去嘅風景非常遼闊，不妨小休一陣。喺大石鼓旁嘅左邊離開，山徑係甚崎嶇嘅棧道，跟上嚟嘅柱人脊不遑多讓，一路行到去大石鼓對面嘅山頭，回望就可以見到氣勢磅礴嘅大石鼓。往後嘅棧道都係比較難行嘅，必定要有一定經驗先得。山脊同棧道嘅最大分別就係山脊係向上爬嘅，而棧道就係多數橫移嘅。呢一段要爬上爬落，部分要爬落嘅高低落差都唔少。鵝肚棧道唔似其他山徑，可遠觀到一條路線出嚟。基本上係挨住山邊嚟行，可以話係無路可言嘅。
嚟到一處疑似崖邊嘅位置。小心咁向前落，然後靠左跨越崖壁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沿途都有野外定向嘅標記呢？轉眼就嚟到鵝島坑，小心咁行落去，要向下攀落少少。呢段鵝島坑係必經之路，大雨過後就千萬唔好行啊！大約要落20米左右，唔好沿鵝島坑直攀落去，極之危險㗎。要留意左手邊，會揾到一條有游繩嘅泥路山徑，跟住就離開鵝島坑，切返去鵝島棧道嘅無龍方徑。游繩後可揾到大量絲帶，明顯咁見到一個深窿，嗰個就係飛蛾一樹洞啦。1年前嘅洞口係好細嘅啫，而家已經塌咗好多。拍攝位置要爬到下面，用廣角鏡影上嚟。影完一樹洞，跟住向上行就得。路線係明顯嘅，唔難揾㗎。接住再沿崖邊橫移，又見到野外定向標記啦。呢一段嘅路況跟鳳凰山嘅南岩棧道非常相似，都係沿崖壁底行。不斷穿梭喺大石之間，上上落落。數分鐘後，右邊會見到另一條方徑，嗰條就係柱英脊啦。轉右行落去揾柱英石。係一條幾斜嘅斜坡嚟㗎，落大約10米後要轉左，再橫移一小段，
大概行1-2分鐘就會見到柱英石嘅真身啦。柱英石似唔似一隻鷹，就見仁見智啦。不過佢對出嘅風景就無可厚非係靚嘅。睇完柱英石後，只需向上行，唔使沿路折返㗎。留意分岔路口要靠左，唔好行錯喎。呢邊係比剛剛落嚟嗰條冇咁斜㗎。同樣都係行1-2分鐘左右，就可以接返上鵝肚棧道，然後轉右，沿鵝肚棧道繼續行。記住，棧道係以環移為主嘅，所以一路向上行嘅時候，要留意右手邊嘅絲帶路。唔好不顧一切搏命咁向上爬，隨時會變咗攀崖㗎。若果覺得唔對路或者有懷疑，就應該及早睇一睇離線地圖確認一下。萬一越爬越上，真係會有上冇落㗎，咁就弊啦。嚟到鵝肚棧道嘅後段，不斷咁沿崖邊環移，由始至終手腳並用都冇停過。完全係冇平一啲嘅路嘅，都係不斷爬上爬落。嚟到大岩壁嘅底部，要加倍小心，因為旁邊係懸崖嚟。可以爬嘅路係好明顯嘅。崖壁底好多碎石，彷彿會隨時中頭獎咁樣。小心一啲咁行啦，俾碎石跣到嘅機會應該大啲。去到呢個位置要打醒12分精神。唔好不顧一切咁向上爬，要靠右行，直上係爬上鸚鵡嘴石嘅。秘訣係一邊行嘅時候，一邊都要留意右手邊嘅平緩分岔路。再爬多最後一小段。路線就會環移咁行，而且好快就會嚟到開陽嘅地方。亦可以望到九龍灣遠至觀塘一帶。過咗陣就接上一條好闊嘅泥路山徑，嗰條就係飛鵝山南脊嘅高危路線。
落山嘅方向係靠右手邊行落去。呢條對普通人已經頗難上嘅山脊，已經係全程山徑最簡單嘅路啦。佢只係斜咗一啲，但起碼係清晰嘅，唔使估係行左定行右。一路落去嘅時候都望到順利村，亦係呢條路線嘅終點。目測都有一定高度要落嘅，快嘅都要半小時。如果你真係怕落大斜嘅話，其實你已經唔符合行呢條路線嘅最低要求。睇完就當去咗好啦。落山嘅風景非常開揚，甚至可遠眺到將軍澳。唔好邊行邊睇風景，呢度唔係郊遊徑啊！行錯一步就會跌落山㗎啦。條路真係好崎嶇陡峭嘅，雖然未至於係浮沙碎石，但係想快又談何容易呢？慢慢一級一級咁落好啦。安全要緊，唔好臨尾先有損傷就唔值啦。中段曾經講過，未試過上類似呢啲嘅高危山脊，就唔好先試落，咁樣係好危險㗎。因為你對呢條高危山脊一啲都唔熟悉，路況又未曾親身咁體驗過。正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，爬上有手有腳就得，但爬落講求嘅係個人平衡力，絕對唔係有手有腳就落到㗎。所以玩得鵝肚棧道嘅，你應行過飛鵝山嘅高危路線、崎嶇路線或者日落脊等等。如果連呢啲都未行過嘅，係絕對唔應該行鵝肚棧道㗎。全程100%都未行過，真係想揾條路線撤退都難。去到大樹嘅分叉路口要靠左，然後再靠右行。靠左係飛鵝山南脊嘅崎嶇路線，要留意一點，飛鵝山南脊嘅崎嶇路線係比高危路線斜㗎，所以一般落都一定係選擇高危路線，而唔會選擇崎嶇路線嘅。即使行過都唔會，原因只得一個，係唔會自己攞嚟辛苦。
分岔路口之後，大約仲有350米嘅路程。餘下嘅呢一段係輕鬆好多㗎喇。不斷咁落就得，只係得一條路嘅啫。之後會見到懸崖危險警告牌，再落多一啲，就會見到另一個危險警告牌。警告牌之後嘅就仿如普通郊遊徑，如果唔係警告牌就會放出一啲啦。呢個邏輯推理係咪好合理呢？終於嚟到山徑嘅出口，係飛鵝山道1號。最後只要沿石屎路一直落，循馬路繼續落山，就嚟到清水灣道。繼續沿行人路行落去，就返回起點嘅位置啦。喺附近就可以乘車離開啦。完之前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先。呢條係一條高危路線，一如大家所見，全部棧道嘅路都係好朦朧㗎。雖然只係短短嘅2公里，但係極易迷路。即使行過蚺蛇尖、西狗牙，都唔代表有能力行呢度㗎。唔識行，行錯路機會係好大好大。所以搵個行過嘅朋友帶路啦，否則大家就睇完就當行咗啦。今次咁驚險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繼續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